为什么只有周星驰电影里的配角总是十分出彩，且能被观众记住呢？首先就是罗家英，他唱了40年粤剧，还买不起房子，只是演了个达文西，却全款买了2套房子。我唱粤剧啊，唱了40年还不能买房子，但是我拍电影拍了2年就可以买了2个房子。哇，那个小学没毕业，甚至普通话都说不标准的张北娥，只是在周星驰的电影里客串了个角色，就身价暴涨，日薪上万，开豪车住豪宅，还成了各大节目中的常客。而袁华与成龙拍了多部电影，始终不温不火，直到与周星驰合作《功夫》，事业油腻又猥琐的包租公，他才拿到了梦寐以求的金像奖。最佳男配角係袁華。但最被人津津乐道的还得是天生神力的常威。可在这之前，邹兆龙是洪金宝怎么捧都捧不红的大徒弟，仅仅只是与周星驰合作了1部电影，就火了20多年。也蛮骄傲的，一个梗能够超过25年都还在那边。最后就是拍戏永不闻鸡的酱爆，没遇到星爷前，他还在工厂里打着螺丝，直到被星爷选中，拍摄了《少林足球》和《功夫》，何文辉的命运就此改变，甚至实现了作曲家的梦想。我叫做醬爆。我從來沒有放棄成為一個偉大嘅作曲家嘅理想。周星馳從不遮擋主角的光芒，也不會掩蓋配角的精彩，他更善於去發掘配角身上的特點，然後無限放大，通過不停打磨恩基，最終呈現在觀眾面前。正是因為周星馳對於電影認真負責的態度，才會讓這些配角如此出彩，甚至是一隻蟑螂、一條狗都讓人印象深刻。原来陈国坤真的没有吹牛，周星驰的电影哪怕只拍1部，可以抵拍别人的100部。拍他2个电影，比我在外面拍100个电影要更好。骂他的都不懂他，懂他的都会说谢谢。当年陈国坤从默默无闻的服务员转变成鼎鼎有名的李小龙，最应该感谢的人就是周星驰，而他只出演了星爷电影的小配角，就让他一举成名，足见星爷塑造角色的能力到底有多强。就比如《唐伯虎》中的船夫，出场10几秒，却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。戏要上演了，爹打死你都不能动啊！你说卖了所有钱都给我的，不许赖皮哦！哎，以你的智慧唬得了你吗？那倒也是。他叫于国乐，在遇到星爷之前搭档过成龙、张学友等大咖，但就算有演技也无人记得。可跟星爷合作，哪怕1次也让他成功爆火，甚至被评价为演技超星爷的存在。跟星爷比完惨后，梁国荣又出演了《九品芝麻官》，虽然出场不多，但若非有大叔相助，星爷也未必 hold 得住他。我听说今天晚上客栈大爆满，恐怕我们俩要睡一张床了。不会吧？怕什么呢？大家都是男人嘛，除非你是……我不是，不是就来吧。说起金牌龙套，那肯定有阿梅的一席之地。当初他仅用30秒，让我们感受到人与人的区别。一个 AM， 一个 FM， 大家不同频道啊。我可以换一个频道吗？换你妈！我们已经缘尽了。但谁又能想得到，他参演的电影多达400多部，合作的明星更是数不胜数。可观众一想到他，只记得他是那个阿梅，甚至之后是在冷门的济公中叫嚣要和星爷单挑的财神爷，演技也同样出色。玉帝，各位仙友，本人觉得降龙罗汉实在太嚣张了，我财神为了顾全大局，请玉帝批准我跟他单挑。笑死人了，你打得过他吗？而饰演者曾静蓉在遇到周星驰之前，其实是香港有名的电视主持人。当初试图转型的她，也曾拍过不少戏份，但都是些微乎其微的龙套角色。可直到遇见周星驰，不仅是财神爷，甚至是化学老师等角色，都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还有《少林足球》里的大师兄黄一飞，他怎么也想不到，五音不全的自己，只是跟周星驰一起唱了首歌，就拿到了别人穷尽一生都难以触及的金像奖。少林功夫好耶！真是好啊！周星驰只是让他演个裁判，没想到只是一句台词，就让大家记了30年。你打赢就算了，还想取人性命？你是不是不把我分了一手文带来放在眼里？当他说出那句不把自己放在眼里的台词时，所有人都以为他是个王者，结果没想到是青铜上了王者号，大师兄一拳就把他 KO 了。毕竟在很多人的印象里，一般都是反派死于话多，但这次轮到的是正派，反差效果满满，这也是许多观众看到这里捧腹大笑的原因。而郑嘉生也凭借这个角色着实火了一把，后续很多电影都找他出演，直到现在，虽然很多人可能不知道郑嘉生是谁，但一提到分雷手文泰来，所有观众都开始有画面了。演员能火也就算了，就连导演在他的电影里也能让人印象深刻，是吧？身为第5代导演的冯小刚，明明打造了很多像1942、唐山大地震等众多获奖的大制作，可每当提起他，观众在第一时间想起的却是他在功夫里的经典台词。还有就是《大话西游》的导演刘镇伟，他明明只是个导演，观众却只记住了他的菩提老祖。你别以为我打不过你，
我只是不想涉及无辜。来呀！所以说，在周星驰的电影里，永远没有主角配角之分，哪怕是龙套，哪怕只有一个镜头，周星驰都绝不放过，还会亲自教你演好每一场戏，直到拍好为止。以至于在他手里，很多不理解他的人说他是片场暴君，可又有多少人知道，每一次 NG， 身为导演的他要浪费多少人力、物力、资金。仅仅出镜1分钟，却能碾压主角，如此出彩的配角，或许只能在周星驰电影中才能看到。太过分了！玉帝，各位仙友，本人觉得降龙罗汉实在太嚣张了。我财神为了顾全大局，请玉帝批准我跟他单挑。笑死人了！你打得过他吗？我要跟他单挑，我要跟他拼了，我不会放过他的。这位叫嚣要和玉帝单挑的饰演者名叫曾静蓉，在未遇到周星驰之前，他就是香港有名的电视主持人。试图转型的他，也曾拍过不少戏份，但都是些微乎其微的龙套角色。可直到遇见周星驰、财神爷、化学老师等角色，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。曾静蓉也展现出了超高的喜剧天赋，以至于和周星驰合作的6部电影，至今仍然是他的代表作。而这位船夫的戏份也同样微乎其微，但他却创造了整部电影的多个名场面。疯子，你还真是货哎！这么多船，你偏偏挑中我这艘船，我可是出了名的快啊！是吗？当然了。你的船在下沉了！我不是说过了，沉也沉得快嘛。船夫的扮演者名叫于国乐，也是无线 TVB 的艺人，还曾给成龙、张学友、李一鸣等巨星当过配角。可尽管有演技，却始终都走不到人前。但仅仅只和星爷演了一个小片段，就能让他身价暴涨，片约不断。而同样是龙套配角，能用演技征服观众的，唯有行运一条龙中的阿妹。我做錯咗咩嘢先？你冇錯，你對我好好添。不過我而家唔中意你啊，大家都唔啱 feel 嘅。咩唔啱 feel 啫？我可以改嚟就你噶嘛？就你老母啊！一個 AM， 一個 FM， 大家都唔啱 channel 嘅。我可以轉 channel 嘅啫。真係老母啊！我哋願意盡啊！妹与阿妹对戏，星爷的表演明显流于表面。阿妹的台词饱满，情绪从压抑到悲伤，层层递进，相当炸裂。仅用一个眼神就奉献了影后级的表演，以至于阿妹至今仍然是星爷演技最好的配角。而大家熟悉的酱爆则更加出彩。既然这样，你们把功夫传给我，让我成为绝世高手，为他们报仇。要成为绝世高手，并非一朝一夕，除非是天生的武学奇才。但是这种人是万中无一啊！很明显，我就是这种人。看来他不是。但早在功夫前，他就出演了星爷的《少林足球》，他也仅仅只是唱了一首自己的原唱歌曲，就成功把这段旋律刻进了观众心，以至于过去20年，网友们还在钻研他的这首酱爆神曲。不过要说最抢戏的，还得是功夫中的包牙珍。轩哥，这件衣服的差，我想开高点啦。阿珍的扮演者名叫陈凯诗，他的确有奇丑的龅牙以及深陷的嘴窝，可这也仅仅是星爷为了迎合喜剧做出的夸张处理，因为他在现实中的长相还是挺好看的。也正是星爷为他打磨的角色形象以及搞笑元素拉满的台词，成功将龅牙珍这个角色烙进了观众心里。哎呀，又流星哎！阿珍，你来真的啊！哎呀，毛子哥，你怎么这样啦？纵观星爷的演艺生涯，几乎每个配角都有他独特的作用，哪怕是一条狗和一只蟑螂都能让观众记忆犹新，以至于在后来的30年里，人们都把狗叫做旺财，小强也成了蟑螂的标签。可最为离谱的是，他甚至连一串数字都能带火。小的，从今天开始你就是华府的第一等下人，9527就是你的终身代号。开始做事。其实星爷做演员时的影响力就根本不亚于导演，因为电影《唐伯虎》中的大部分名场面都出自他手，以至于作为总导演的李立池都觉得难为情，为星爷强加了一个副导演的称号。而成为导演后的星爷在艺术方面的展示则更加放肆。力拔山兮气盖世，时不利兮骓不逝。阿七，文熙。我希望你叫我全名达文西。没问题，文熙。谢了，不客气，文熙。国产007作为星爷导演的第一部作品，则让李立池导演再次惊艳。他怎么也想不到，自己只是在片中客串了一个囚犯，就成为了整部电影的名场面。想杀我踢腿水上漂，哪有那么简单？
而让导演客串的情况并不止这一次，就比如《大话西游》中饰演菩提老祖的刘镇伟，以及饰演娘娘腔的副导演江约成。你这么维护他，是不是跟他有一腿？人家对你一片痴心嘛。去你的！你发春了，太离你了。而这个角色也是他从业以来唯一一部参演的电影。此后，他就重回幕后，成为了导演王家卫的御用搭档。除了善用导演外，星爷甚至连编剧都能让其绽放光彩。就比如《少林足球》中的这位汽车维修员。大家不要紧张，我本身呢是一个汽车维修员，这个扳子呢是我用来上螺丝用的，很合理吧？是。扳手哥原名冯冕恒，他原本是周星驰电影公司的编剧，也压根没有任何演技功底。但当年星爷在拍摄《喜剧之王》时，却意外发现他戴着金丝眼镜，很有斯文败类的感觉。于是星爷就强力说服他出演柳飘飘的初恋男友。做母女，你又养我嘅？你唔做母女，我邊有錢啊？我冇錢點養你啊吓！也正是这一次的出演，星爷对他的表演刮目相看。于是，在星爷此后主演的每一部电影中，都能看到他的身影。而功夫中的四眼仔也成为了他演艺生涯中最出彩的一个角色。四眼仔，我认得你。看来这位先生对戴眼镜的人士有很深的成见。没错，尤其是金丝眼镜。我身为一个文员，戴金丝眼镜是很合理也很合逻辑的。我长得好看，为什么你一定要针对我啊？而同样作为编剧的古德昭也有着同样的经历，相信只要看见这张圆润的脸，观众就能想起电影《唐伯虎》中的对穿肠。而这个角色也是他与星爷合作的9部电影中最出彩的一个。对不起，我俩惺惺相惜，情不自禁。也正是这次的拍摄，古德昭的喜剧天赋就被星爷顺利开发，更让他从幕后工作者晋升成为演员。而星爷电影中的如花则被观众誉为最辣眼的配角，毕竟能在星爷的13部电影中出现的小配角就只有如花了，而他的每一次的出现甚至都能引发全场爆笑。如花，真的是你？不是我还会是谁？别浪费时间，来吧。刘伟，拿块黑五把我脸蒙上，然后办事。不用了，我有个新招叫无敌穿墙术。哇，叶长妹，你这招果然厉害！饰演者李健仁其实是星爷的初中同学，之所以出演也是被星爷忽悠过来的。因为扮丑真的很需要勇气，这足以见得李健仁的敬业精神。毕竟他第一次扮演如花，还是个连名字都没有的龙套。我有个朋友的阿姨的妹妹，正好住在京城里，她早就向我透露了，她很欣赏你啊！会有这种事啊？是啊，但是这样你老人家牺牲一下，不知道你老人家的意思。为了这个家，我什么都肯做啊！我知道太委屈。哎，别再说了，我们去见他吧。我早就替你安排好了，站在对面灯笼下面穿红衣服的那个就是。然而，能将如此多的配角塑造成经典，也仅仅是周星驰演艺生涯的冰山一角。只要是他的电影，那些再普通的龙套都能在星爷的打磨下让其绽放光彩。因为对于有过近10年龙套生涯的星爷来说，他很明白龙套的重要性，更明白龙套的辛酸与无尽的苦涩。所以在他的电影中，总少不了小人物的镜头。只要演员能做到自然，他就会抓住你独有的特点无限放大。他也从不限制群演或者配角比他更抢镜，反而是用尽全力的去帮助每一位演员。可正是因为这份严谨，却让部分圈内人抱怨周星驰的要求太过苛刻，片酬还低，简直是片场暴君。但星爷却从未抱怨过自己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，毕竟能创造无数影视佳作的人，肯定有他独特的艺术表达方式。而这一切的疑惑，老搭檔田啟文就曾在採訪中給出過答案。唔係理解唔到，我就知道一樣嘅啫，我就話好清楚地啫。我話我係邊個啫？我喺度打工喺佢嘅身邊，佢係個老闆，佢係男主角，佢係導演。佢願意花咁多菲林、咁多時間擺落我身上去拍我、想我拍嗰個鏡頭，佢唔係想玩我，佢想我出嚟呢度有一個叫效果俾人哋記住，有一個咁嘅人。